日本政府近期在对华问题上接连挑衅我国，央视最新公开的空军新一轮实弹演训画面就模拟打击了日本海保船的标靶。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继美国在台海问题发起挑衅后，日本又开始紧跟其主子搞事情了。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加强海上保安厅与自卫队的协作，并且还要大幅度增加海上保安厅的预算，加强与中国海军的对抗能力。而且日方再一次在钓鱼岛问题上针对中国指手画脚。可以说，自从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后，针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动作，包括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并且以此为由加强日本军事力量的建设，其军费将在近几年开始大幅度上涨。同时，自卫队和美军进行指挥链整合，以应对解放军。此外，日本自卫队正在积极发展射程超过500千米以上的远程巡航导弹，意图加强对于中国本土的精确打击能力。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自卫队打算将靠近钓鱼岛的马毛岛打造成美日 F-35 战机部署的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距离钓鱼岛最近的 F-35 基地之一。日本方面表示，希望这个地区成为不沉的陆地航母，也会是东海区域的一个防御壁垒。F-35 只需要1小时就能飞往中国东海。而近些年，随着中国海警规模的壮大，已经足以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巡航了。在上月，中国海警的2艘船在钓鱼岛附近停留了72小时。日方认为这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他们认为过去从来没有中国船只在此地停留这么长的时间。这背后也代表了中国目前对于钓鱼岛的实际控制能力相较过去大幅度提高。不过我们这边合理合法巡航钓鱼岛让日本坐不住了。日本自卫队在本周进行了空降兵空投演习，日本陆自、英军、美军、澳军全部参加。日本方面消息人士披露称，此次模拟军演就是针对解放军夺岛进行的实战性质演练，以日本陆自部队为首的4国士兵将夺回被解放军占领的钓鱼岛，挑衅意味明显。当然，解放军也举行了实战化的军事打击演习。根据央视军媒的报道，近日解放军的一架歼10C 战机针对地面设置的模拟舰船靶标进行了精确打击。只见画面中歼10C 低空奔袭，向目标投下一颗重磅航弹，航弹准确命中目标，靶舰被炸成一堆碎片。值得注意的是，央视披露的靶舰画面有明显的细节特征。船体上标志的3道斜杠就很有意思，因为这是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的标准涂装标示。所以说，解放军此举已经说明了一切。有网友认为，这是解放军正在演练如何使用制导武器摧毁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艇。演练的目的就是强势回应日本最近连续不断的挑衅。看来解放军在演练中着重使用了近距离空袭的方式打击日舰。网友因此提出疑问称，在冲突发生的时候派遣歼10C在近距离上向日舰投掷航弹，难道不怕日舰的防空火力趁机对解放军战机开火吗？实际上需要搞清楚，解放军演练的是空袭海上保安厅舰船，不是日本海自的水面战斗舰艇。海上保安厅的舰船是没有防空导弹的。现在日本海上保安厅为了对抗中国海警，将大型的水面舰艇上布设了很多小口径火炮，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中国海警这几年也在舰船上加装了小口径火炮，甚至海军退役的056护卫舰在保留76毫米舰炮的情况下，大批量转属海警部队服役。所以说，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船如果在钓鱼岛以武力的方式驱离中国海警的舰船，除了海警的舰炮可以自卫，解放军的歼10C就可携带500千克当量的激光制导炸弹对其发起攻击。相比导弹，激光制导炸弹成本更低，威力更大，一发就能够将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船击沉。只要加挂瞄准吊舱，歼10C可以在10千米外对保安厅舰船发起精确打击行动。
当然，如果挑衅的是日本海自的作战舰艇，歼10C还可以挂载 FT-12 火箭助推制导炸弹，可以将500千克弹头投送超过150千米远的距离，进行更安全的防区外精确打击。总而言之，针对日本一系列的挑衅行动，此次中方歼10C战机实弹打靶就是一个信号明显的警告，即解放军有能力粉碎日方任何的挑衅行动。